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6.41，收盘价是247.1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84，最低价是在247。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24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6 倍，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也是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或者叫开始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向下突破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在前高附近是遇到了压力，出现了反转向下。然后呢，在下午盘，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这个前低我们指的是12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同时收盘价也跌破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那当日呢，又是成交量增，那出现这样的带量的反转向下。那么日后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接下来股价进一步下行呢，20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标志。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那么我们说这一波的多头趋势将会结束。好，那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从10月31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64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52.5附近。实际在12月20日，收盘价是在247.14，当日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幅的下跌呢，它也跌破了我们设定的这第一个目标，也就是248。那同时我们说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之后呢，也就是出现了向下突破。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后续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目标水平线去除，因为它已经被跌破。好，那对于12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28，我们把这个颜色恢复回来。好，那在跌破228之后呢，之前呢，20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支撑。好，228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说，接下来股价的目标就是194。在到达194之前，有一个中间目标是206，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好，这是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在12月20日是出现了新高，所以我们要把第一个目标由原来的258，我们调整到260。好，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将会成为压力，在12月21日，那么这个焦点是在258。好，那关于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呢，我们愿意再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提过，这个1号的下行趋势线，它是特斯拉历史上股价的最高点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确立的一个下行趋势，它也是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之前是连续3次到达这个位置，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次也就是第4次，依然是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啊，出现了一个遇到这个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目前我们还要观察，就是说，如果目前股价不跌破20日均线值而出现反弹呢，那么仍然会有测试这条趋势线的机会。对，好，这是我们对这条趋势线的一个重复描述。好，那第一个目标260如果被站上之后，实际上我们说，也就是说继续出现新高，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同时我们说也站上了这条趋势线，那么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上涨。那继续上涨，接下来的第2个目标依然是269，是这个前高。然后呢，上方是第3个目标是279。那从目前股价收盘价的位置呢，我们说股价上行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对，并没有被彻底的瓦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20日均线值，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在12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说关注的位置是这个绿色 K 线实体的中线是255。那股价如果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低，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所以呢，到了12月21日，我们把这个观察位我们设定在243附近。那我们测算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那对于12月21日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0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出现反弹，或者说是至少会出现一个横盘的现象。对，那如果股价是在20日均线之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好，这是我们关注243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4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39附近。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给出过，就是说如果已经获利的仓位在股价出现高点的时候是随时可以获利出场的。那在这里边我们指的获利出场呢，是可以在盘中就可以获利出场，也就是在盘中是可以操作的。对，我们在这里我们指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呢，只有获利是在盘中进行操作的。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继续向下说。那对于这个仓位之前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因为它已经获利了，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
之前给的是守253，对。那么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那我们说在12月20日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停利出场的，或者说是要停利出场。那停利出场，通常我们都是在收盘之后进行操作，而不是在盘中。例如在盘中股价一度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同时它也有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所以停利我们是不可以在盘中操作的，只有说获利。好，那么253是我们说的停利的位置，现在可以出场。那如果说我们不想停利出场，想继续持有这个仓位，那么我们要给出一个止损的位置。那止损的位置呢，对于12月21日我们给出的是守20日均线值，守243，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243，那要即刻止损出场。虽然243对于我们的成本价239仍然是盈利的一个位置，但是一旦收盘价呢跌破20日均线值，也有可能是在它附近，也有可能是在更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说止损的位置是在243。那对于止损和停利都是在股价收盘之后进行操作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在12月21日开盘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43和下方的228。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呢，就是当日的5日均线值是在250附近，还有上方的260。当然，这条趋势线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现在其实我们会看到，连续几个交易日空头一直是在守这个位置，守这条趋势线。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0到252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57。第三个压力位是260前高，第四个压力位是269。好，这是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46到247之间。第二个支撑是24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在240附近。第四个支撑就是22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那在继续下行呢，我们这个判断上呢，我们会给出两个点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那股价如果是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点位，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0，下方最低会到达242，然后收盘会收在243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的点位。那第二个点位呢，我们认为会
收在更低的位置。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6，最低下方会到达238.5，然后收盘会收在239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留下一个缺口。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7，最高上方会到达252，然后收盘会收在249.5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我们虽然说是预测了反弹，但一旦出现这样的反弹呢，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休息的 K 线，而股价会继续在接下来交易日会继续下行。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的预测呢，我们也是预测上方会留有长长的上影线的。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